本次任务的重点是对当面活动的海空目标信号进行侦收截获。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报告指挥长，方位60度，距离200公里，发现可疑目标。报告任务长，雷达信号消失，求指示。纵管实时搜索，继续寻找。明白。报告战术指挥长，声纳发现可疑水下目标，疑似敌潜艇，已发送战巡台位。70多亿人口，启动预案，正在进行人工定位。易到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万枚。升弹准备，3、2、1，攻击！3、2、1，红！攻击完毕。降降高度，准备布告声纳目标。报告任务长，发现不明攻击，方位130度，求指示。立即锁定雷达信号。明白。对潜攻击，打击目标动工动摇兵，左旋双力骑士。边前电子，收到远程物质，打击目标451拐 P。15左右。发射准备好，指示发射。发射！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支撑下，我们多次搜索发现，稳定跟踪，模拟攻击目标，并展开综合防抗训练，全面提升了部队联合反潜作战能力。2016年10月，来自海军不同类型岗位的6名女兵，经过大浪淘沙般的筛选后，组成了海军航空兵战斗力的一支新生力量，专门负责特种飞机电子设备的操作与维护。海空情报的侦查、收集、分析和反潜任务。几个月时间里，他们先后查阅了20多 G 的电子情报资料，研究了数百个分析视频，从处理方法、模拟录像、数据分析中汲取经验，摸透设备性能和各种信号的指标参数。在海军航空大学经过10多个月的体能训练、理论学习、专业考核之后，2017年9月。他们以全优的成绩顺利地完成了空中战勤的最终考核。首批改造的女战勤不仅充实了一线部队作战编组，女军人的耐心细致和吃苦耐劳的特点，更利于操作信息化武器装备。他们将在训练和未来的作战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。在中国，每一名海军女兵都必须掌握跳伞技能，
2018年，海军空中特勤女兵迎来了首次跳伞。这里是辽西某机场，在我身后这些准备跳伞的学员里，我们发现2个娇小的身影，她们就是首次参加跳伞训练的空中战勤女学员。一会儿，她们将跟男学员们一起登上飞机，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跳伞。清晨，2名女兵和其他男学员一起登上某型运输机，飞往指定空域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点紧张，也有一点点害怕，但是更多的是期待和兴奋。毕竟是第一次上飞机，然后第一次跳伞，以前都是男兵跳伞，没有女兵跳伞，我们是属于第一跳嘛。10几分钟后，飞机抵达指定空域，学员们纵身跳出机舱。在对空广播员的指挥引导下，2名女学员灵活操控降落伞，向着入场中心点缓缓降落。很激动，很兴奋，觉得跳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吧。就是你刚出舱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意识怕不怕，你就看到前面的战友一个跟一个，一个跟一个下去了。虽然今天的气象条件不是很好，空中风向风速多变，但是我们的学员都能够克服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尤其是2名女学员表现出的勇敢、自信和胆大心细，确实让我们刮目相看。现如今，这些女兵早已成为了大国的利剑，成为了海空侦察预警战场上的心智力量，被战友们形象地称为海空木兰，全部具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全天候作战能力。在视频的前半部分反潜任务中，给机组下达指令的正是王慧，她是该勤务中队的副中队长。为了尽可能让其他姐妹回家过年，王慧已连续5年主动申请春节期间留队值班。